欢迎来到 Nguyen TV 频道，请订阅频道，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时隔7年的真香定律，顶着王一博幼年头像，却在质疑王一博的人气。我国著名真香学派创始人先生早就用自己的亲身经历告诉了所有人，人类的本质是真香。当这一点用在整个饭圈里时，那就是经常发生的事情了。昨天对一个艺人嗤之以鼻，今天就爱上了也不是什么难事。当然，能够让人如此真香的对象肯定也是值得人喜欢的。内娱永远少不了比拼和对比，即使艺人自己并不想要与其他艺人一同对比，可免不了的会有营销号下场。最近王一博那是又被拉出来与其他人组了个95后4小生，还装模作样的弄了个推荐活动，似乎要看推荐率，实际上这个数据的水分究竟有多大，只有制作的人自己知道。如今的王一博早已不需要与其他艺人一同比肩进入什么4小生行列。不论整个内娱，就单看95后，王一博的商务谁可以比得上？他那些代言无论从数量还是质量上都是秒杀其他人的存在。同样的，王一博的影视成绩也不是其他人一个小小火苗的伪爆剧可以比得上的。内娱最现实了，如果他们真的已经爆火，那么请问他们的商务呢？怎么没人请他们代言呢？商家不想赚钱吗？还是他们刚刚火起来，代言费已经涨到商家付不起的程度了？如今的王一博不需要与他人共同对比已成事实，即使再多的通稿拉着王一博给其他人抬咖，大家心中也是有数的。对比实际，王一博不看那些荣誉，光是商务就可以甩他们几条街了。但其实，优秀的王一博也不是第一次被营销号拉进这95后小生行列了。早在2016年，在网上大部分人还不认识王一博时，就已经有营销号将王一博列进4小天王里了。说实话，那个时候王一博被拉过去跟人家对比，一看就是过去找骂的，毕竟认识他的人真不多，比起其他人，那是糊的不是一星半点儿。果不其然，评论区自然有人发言反驳，除了王一博，其他人都是赞同的。搞笑的是，如今看这条评论，这名网友已经换上了王一博幼年时期的头像了。也就是说，在2016年，这还是一个不认识王一博，并且对于他今后发展丝毫不看好的路人。可在2024年，这是王一博的粉丝，并且极有可能属性是王一博的妈粉了。果然，人类的本质就是真香，尤其是对着王一博，也不知道这6年的时间，这位粉丝是如何被王一博吸引的。曾经的不信任，如今已是坚定的选择了。也不知道若是他再回头看看自己6年前的评论，会不会说一句悔。喜欢上王一博并不是一件困难的事情，他的表演、舞台、极限运动、舞蹈、歌曲，总有你喜欢的点。而粉丝喜欢他，更多的是他的真诚，他永远不会说一套做一套，给到大家的永远是真心。曾经默默无闻时对王一博有过质疑、不信任的网友，如今有多少人以真香爱上他了呢？王一博有多叛逆？街舞导演透露，首次与王一博相见，不服杜华馆。王一博在娱乐圈有个称号，叫做内娱乐童，虽然曾经是黑称，只不过随着时间推移，这称呼早就摆脱了黑称的名号，只是因为太带感了。当王一博不笑的时候，
他的脸部就会呈现很明显的凶相，眼白较多，看人时真的显得很有气势，看起来真的很凶。再加上他曾经在参加活动时，非要把自己的裤腰带扭到旁边，即使工作人员上前帮他放到中间，他还要自己动手再挪回去。这股子叛逆做法像极了动漫版哪吒。于是，随着王一博这种任何人别想摆布我的做法越来越多时，内娱恶童就真的太带感了，有种神秘而又危险的气质，令人着迷。在镜头前，王一博就能不惧他人眼光把自己裤腰带别回去，更何况是镜头外呢？最近这就是街舞导演王晨晨在直播时提到自己与王一博的初见。那时是王一博与杜华都在场，王一博自己头上戴了一个帽子，又把帽衫上的帽子叠戴了。这个造型王一博经常出现在机场上，还引发了那场著名的炸弹一对记者，是你们不懂，无语就是回话别人不懂 hip hop 文化。而杜华在三人相见后，把王一博头上的帽子拿了下来，只不过他自己又给戴了回去。这一幕让王晨晨真的印象深刻。当王一博粉丝们看到导演的这番话，不由得纷纷感慨这小子的叛逆。在杜华眼中，估计觉得王一博的帽子叠戴很奇怪，就像在座的老母亲看不惯自己孩子的穿搭一样，要伸手整理一番。可王一博有自己的想法，当着杜华的面又把帽子给戴上去了。不得不说，王一博活得真的很纯粹，毕竟从身份上来说，杜华是他老板，即使王一博一年可以给他赚几个亿，但毕竟自己依旧从属乐华，两人还是上下级关系。在外出谈资源时，王一博可以不顾老板安排，随心所欲坚持自己内心的 hip hop 文化，还是很不错的。不过，这也正是说明了王一博对街舞文化的理解，因为他自己喜欢，所以即使是别人不懂，他也帽子叠戴得出现在机场，不管别人眼光。因为是去兼街舞导演，他相信王晨晨会懂，能够理解他所要表达的是街舞文化，所以他才会那么打扮。只不过杜华不懂而已。入行多年，很难得的是王一博依旧没有被娱乐圈同化，他没有变得工于心计、圆滑世故，而是内心澄澈，在一定界限内想做什么做什么。有时候他采访时的惊人之语也经常让粉丝大呼不愧是他。说是叛逆，不过是随心而已，长大之后有多少人可以随心而行？所有人都按照别人的意愿做事，努力将自己最好的一面展示，光鲜亮丽。只是恰好王一博活得自在随性，否则他该在每次采访时答得滴水不漏，在参加活动时按工作人员意愿做事，在与杜华外出谈业务时，他让干什么就干什么。而王一博这样就很好了，随心而行，有自己的小叛逆，这样才是鲜活的人。感谢您观看视频。如果您觉得本时事通讯有用，请不要忘记点赞、评论和订阅。祝您生活愉快，充满活力。再见。